男人每喝完5公斤的自来水，都要强迫自己再做上300个俯卧撑，即便满脸憋得通红，他也要咬牙坚持不去上厕所。而他之所以要这么折磨自己，只为了等待一个逃出去的机会。终于在这天，这个机会来了。监狱的早餐是黄豆酱，他便让同事打了满满一盘。可他并不着急一口气将它们全部吃完，因为重要人物还没有出现。就在这时，典狱长过来视察情况，见时机成熟，他便开始剧烈的咳嗽。经医生诊断是喝了太多水造成的，只需要休息1天即可。到这里，越狱计划的第1步就完成了。接下来便是第2步。随后他表示自己需要去上厕所，女医生害怕他会出什么意外，便拿出尿盆让他在原地解决。 Please, ma'am, don't make me use that thing. 这时，一直在外面打扫卫生的同伴提出自己可以搀扶他过去，对方见状也只好答应，却不知道这是2人提前商量好的。等到了卫生间后，男人又从房顶拿出事先藏好的凿子，准备用它来凿开这里的通道大门。他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其凿开了，接下来就只需要把通道还原，然后大摇大摆地来到外面。不过一切都还没有结束，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离开这所监狱。早在几天前，2人在木工房工作时，便趁狱警不注意，悄悄用木板做了2个盒子。到达采购地点后，他们便趁司机离开之际，悄悄地从木板中钻了出来。而这里早有负责接应的同伴在此等候了。此时，监狱里的狱友看男人离开已经有一阵子了，觉得时机已经成熟，便故意和黑人朋友发生冲突，制造出混乱来，引来狱警镇压，从而挟持住他们。如此一来，典狱长的注意力就全在这里了，根本不会注意到逃走的男人。而他接下来的目的地则是 F1 赛车的比赛场地，但几人不是去看比赛的，而是去盗取那里的金库的。男人本不想答应，自己早已经金盆洗手，更重要的是还有几个月就可以出狱了，自己的院子里还藏有9000万的存款，没必要冒这个险。谁知同伴却告诉他，院子里的钱早就被你弟弟挖走了，如今人都找不到了。没办法，为了出去后能有个好的生活，他只好接下了这单生意。为了帮助男人逃出去，长发男故意开车撞进了超市，抢了2包方便面，然后被法官判了90天的有期徒刑，关进了这所监狱。计划实施到现在很成功，但拿到钱后，他们还要想办法回到监狱，所以时间紧迫。为了搞清楚金库的构造，另外的2名同伴以匿名的方式给工作人员送来了1块蛋糕，然后故意弄坏他的车子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没办法开车回去了，只好将蛋糕留在了办公室。接下来，2人再伪装成修理工混进到金库下面，将事先抓来的蟑螂全都倒进了管道中。橡皮糖买完东西后，长发男便带他来到了垃圾站的门口。他有些疑惑，来这里干嘛？ What's down there?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就被对方丢了下去。原来这里可以直通地下室。此时上面的比赛也已经拉开帷幕了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，根本不会注意到有人在打金库的主意。难道靠这些东西便可以打开金库的大门吗？在2人诧异的目光中，他将橡皮糖和涂改液都一股脑地倒进了塑料袋之中，最后再将袋子拧成一团。Hold on, that's it. We're supposed to believe that that's the thing. 虽然不理解，但长发男还是将管子递给了他。这时胡子男终于按耐不住了，上前询问道：“将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，难道就可以炸开金库的管道吗？”他第一次听说橡皮糖可以用来制造炸弹，即便男人极力的解释，对方还是听不懂，所以很快2人就大吵了起来。 We couldn't bring in normal explosives because of the security. Now, to make our bang, we need potassium chlorate. Bleach pans is pure sodium hypochlorite. Sugar plus potassium chlorate yields 2 gases and 已经被吸了进去，导致管道被堵住。You sucked my arm off. Your fault, not mine. You told me to turn it up. You don't even know how to operate a goddamn reverse. You sucked his arm off. Your fault. Your fault. 但是到如今再怎么争吵也都于事无补。当务之急是要赶紧修好吸尘器，可这条假肢他已经用了快10年了。看到他长发男，就仿佛自己的手臂还在，说什么也要将其取出来。为了整个计划，身为哥哥的胡子男只好劝说弟弟，到时候自己会给他买一条纯金的手臂来。他见状也不好再坚持，只好乖乖答应。很快，大量的马内就被他们放进垃圾袋带了出来。谁知刚一转弯，就遇到了前来查看的安保人员。Stop. Where you going? 2人对此却丝毫不慌张，表示自己是去倒垃圾的。随后对方便询问他们有没有闻到烟雾。 No, because we both lost our sense of smells when we was little. 没曾想如此荒唐的理由，安保人员竟然相信了，毫不犹豫的就放走了他们，根本无法正常打开。此时另一边的男人还在清点剩余的马内，而2名安保人员正朝着那边走过去。这要是被发现，后果可想而知。不过这难不倒聪明的劫匪，
其中一名同伴故意躲在赛车修理室吸烟，不仅成功的吸引住了他们的注意，还将他们的探查方向成功的引到了自己身上。这样一来，就没人会想到此前的烟雾是由于爆炸引起的。如今剩余的马内都已经装好了，可负责配送的2人还没有回来。男人等得有些着急了，便跑过去查看。现在每耽误1秒就意味着多一份危险，上面的比赛随时都有可能结束，到时候工作人员一定会过来查看金库。这边抽烟的同伴刚准备离开，却突然看见男人跑了过去，没办法，他只好再次和安保人员打起了嘴炮，以此来拖住他们。等男人赶过来时，就只看到2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所措。可即使他来了，结果还是一样，无论他们如何去拨动铁门的开关，这扇门还是打不开。他也就这样，他成功地躲过了搜查，来到了同伴这里。Hold on, you gonna rip it right off the track. The chain's jammed. 忙活了半天，原来是链条卡住了，于是运送人员便再次出发了，而其余2人则回到了金库那里。这边的长发男还在寻找自己的手臂，但现在他们时间紧迫，就连胡子男的妹妹也不得不加入了进来，跟随着火警光明正大的回到了监狱。等其他人都下去救火后，他们又趁机偷偷跑下车，然后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医务室。就当消防员紧张无比地赶到火灾现场时，发现这只是囚犯们的一场闹剧，但他们还是强忍心中的怒火，用灭火器象征性地对着垃圾桶喷了一下。等女医生去病房查看时，男人已经乖乖地躺在了里面。对方怎么也想不到，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，他已经跑出去完成了一起惊天大劫案。调查局的人虽然及时地赶了过来，但一切都已经为时已晚，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，几千万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不见了。不过他们还有一个目击证人，一个和长发男有仇的赛车手，他和同事在地下通道偶然碰到了正在逃走的2人，结果却被对方暴打了一顿。探员得知这个消息后，立马叫来了典狱长。可典狱长深知监狱里的事一旦暴露，自己的饭碗就很有可能不保。为此，他向探员隐瞒了囚犯暴乱的事，表示男人一直待在监狱里，不可能越狱。对方也不知道到底该相信谁，案件一时之间陷入了死局。但紧接着却发生了一件更离奇的事：胡子男离开后，竟将装有赃款的车停到了加油站，并在几分钟后报了警，让警察成功的拿回了那2000万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便悄无声息的离开了。而赛车场的老板在拿到钱后，又向保险公司索赔了1个亿。妹妹却告诉了他一个坏消息，那就是他们的哥哥失踪了，并且还把2000万赃款还给了赛车场。另一边的男人在监狱里日子也不好过，由于上次喷了典狱长一身，对方仍旧怀恨在心，不仅对其侮辱，还将其暴打了一顿，最后又关进到了禁闭室。不过他并没有丝毫的愤怒，反而很开心，因为要不了多久自己就可以出狱了。他出来后迫不及待的就找到了长发男，可谁知对方却告诉他自己哥哥不见了，还把赃款还给了赛车场老板。没想到忙活了半天竟然白干了，但他也只能强忍心中的不甘，回到了家中。就在他不知往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时，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可等他开门出去时，又空无一人，只有一把铁铲放在走廊上。他以为是谁的恶作剧，刚准备转身回去，却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立马就拿起铁铲来到了自家院子里，二话不说就开始挖了起来。没想到下面竟然藏了几袋子的马内，足足有500万。原来之前那扇铁门是胡子男故意弄坏的，为的就是引开男人和其他同伙，好让自己的妹妹趁虚而入，然后利用10分钟的时间再次从金库取走2000万。这2000万则被他当成垃圾掩埋了起来，在找到机会后又重新挖了出来，然后把它分给了众人。而车上则放了满满1袋子的马内，甚至就连负责金库管理工作的胖女人也得到了一笔精神赔偿费。很快这件事情就过去了1年，探员也一直没有查出这场大劫案的真相。不多久，赛车场的老板就撤销了案子，到最后亏钱的竟然是保险公司。而在胡子男的家里贴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神偷世家的10条准则，其中1条便为不可贪心。